ambulance service. Is the patient breathing? No. They're not breathing? No. Okay. And who was it we're talking about? Lexi, she's 3. She's 3. Bear with Yeah. me. Okay. So she's unconscious and she's not breathing. So help has been arranged, okay? 欢迎来到24探案。沃里克郡位于英格兰中部，拥有近88万人口。该地区以其丰富的历史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是许多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的中心。橄榄球作为该地区的重要文化符号，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这里也成为了路易斯·波顿的家。2018年，一位23岁的年轻母亲路易斯·波顿，她带着2个孩子，正在努力撑起这个小小的家庭。路易斯18岁时，他与克里斯·德雷珀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名叫莱克西的小女孩。不久后，莱克西有了一个妹妹斯嘉丽，她与克里斯共同抚养着这2个女儿。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易斯与克里斯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他开始了与新伴侣的关系，搬出了他们曾一起生活的威伦霍尔，搬到了沃里克郡。这也意味着他与克里斯的联系断裂了，特别是斯嘉丽的生父身份问题。路易斯向他的新伴侣宣称他是斯嘉丽的父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段关系的结束标志着路易斯再次成为单身母亲。单亲妈妈的生活充满挑战，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路易斯依靠他的姐姐和家人提供帮助，照顾着2个年幼的孩子。他和孩子们住在比奇伍德的一间公寓里。为了维持生计，路易斯开始兼职做模特，活跃于各大社交网站上。在这些平台上，他展示了自己作为模特的多样性，言辞中透露着他的开放态度。他认为自己性格随和，愿意接受各种类型的拍摄，无论是艺术还是更具挑衅性的风格。他的工作不仅限于拍摄，还涉及到一些更为灰色的领域，包括色情模特和魅力拍摄。路易斯在这个过程中赚取了收入，有时他为了维持经济状况，甚至与陌生男人发生关系。他曾告诉一名男子，可以在他与孩子们共用的房间内发生关系，唯一的要求是保持安静，不要打扰正在睡觉的孩子。2018年1月2日，路易斯的大女儿突然被送进了医院，她呼吸急促情况十分危急。经过检查，医生初步诊断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胸部感染引起的。然而病情迅速恶化，仅仅2天后，1月4日，医护人员赶往莱克西在公园路的家。戴维·托马斯值班医护人员之一回忆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病得如此严重，他躺在那里全身乏力，幸亏我们的专业技能经过一系列紧急处理，才成功地将他救回。经过详细的检查后，医护人员认定莱克西的病情非常危急，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呼吸系统感染所致。当时莱克西一直饱受癫痫的困扰，这让他的病情更加复杂，但路易斯依然冷静。莱克西经过紧急治疗后逐渐恢复，医生为他注射了更多的抗生素。最终莱克西于1月9日顺利出院。然而仅仅6天后，2018年1月15日，悲剧再度降临。路易斯打电话求助，救护人员接到报警后9分钟内赶到现场。进入公寓时，房间的温度异常低，气氛压抑。马克·米切尔值班的医护人员进入屋内后喊道他没有呼吸了。路易斯急匆匆从卧室走出，指引医护人员进入莱克西的房间。莱克西当时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路易斯告诉医护人员，他之前把莱克西放进了浴缸，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没有反应。马克立即尝试打开莱克西的气道，但发现他的下巴和身体其他部位都已僵硬，皮肤苍白发黑，嘴唇发青。马克意识到，任何试图复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凌晨12点50分，
莱克西的死亡被正式宣布，马克是第一个确认他死亡的医护人员。他向路易斯确认莱克西已经离世，路易斯瞬间泪流满面，但哭泣不到1分钟，他便走出了卧室，似乎已经接受了。莱克西的尸体被裹在毯子里，随后被送上救护车，运往大学医院中心。路易斯与另一名护理人员和一名警察一同坐在车后。莱克西的突然死亡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医生启动了婴儿和儿童意外死亡程序，进行全面尸检，试图找出死亡的确切原因。然而，尽管尸检结果暂时无法得出明确结论，调查人员依旧怀疑莱克西的死因可能与其先前的健康状况相关。根据闭路电视录像，死前几个小时，莱克西与路易斯和斯嘉丽一起回到公寓。从录像画面来看，莱克西看起来情绪愉快，十分健谈，似乎没有任何不适。他的死亡来得如此突然，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失去孩子是每个父母无法想象的痛苦，但路易斯的举止引发了人们的疑虑。他在面对这场悲剧时的冷静和处理方式，似乎让人无法理解。医生和调查人员无法完全确认莱克西的死亡原因，使得外界对整个事件更加充满了疑问。就在莱克西去世的第2天，路易斯开始在约会应用程序 MeetMe 上活跃，接受了41个好友请求。他还使用了另一个应用程序，向不同的男性发送消息。在与一名男子的对话中，他提到自己的小女儿刚刚去世。当这名男子表示哀悼时，路易斯却冷淡地回应没关系。他甚至安排了与另一名男子的约会，并在那天晚上轻描淡写地说，现在我得把时间减少到1个人。在讨论莱克西的葬礼计划时，他的举止显得异常冷漠，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失去孩子的年轻母亲应有的悲痛。有目击者称，在殡仪馆内他被发现与他人交谈开玩笑，甚至在 FaceTime 上与一名男子聊天。尽管莱克西的死因正在调查中，路易斯和他的小女儿斯嘉丽在前往殡仪馆2天后被转移到附近的一家酒店。2018年2月1日，也就是莱克西去世后的不到3周，紧急服务部门再次接到电话，路易斯在橄榄球场附近驾驶着他的车，有人目击到他在加油站为汽车加油，然后驶入埃利奥特零售公园。当他拨打英国医疗热线111时，他声称斯嘉丽坐在车内没有呼吸。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叫醒他，路易斯却表示无法唤醒女儿，并解释说由于斯嘉丽的情况似乎不紧急，所以才决定拨打该热线。医护人员赶到后发现斯嘉丽已经死亡，并且明显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生命迹象。一名医护人员回忆说，斯嘉丽的身体已经冰冷，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在被问及发生了什么事时，路易斯提到斯嘉丽被诊断出患有流感，并提到他的姐姐莱克西在2周前去世。尽管失去了2个孩子，路易斯表现得异常平静，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痛。当被询问如何处理女儿遗物时，他甚至打了个哈欠。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其行为的质疑。2018年3月11日，沙伦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则令人痛心的状态，揭示了他与女儿路易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透露出一种极度痛苦的情绪。我真的非常想念你。被称为骗子对我的伤害，比女儿昨晚打我，并把我打倒在地时的伤害还大。然后告诉我不是他的母亲。谢谢路易斯。自从我的孙子孙女过去以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所以谢谢你打我。我一直站在你身边，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然而你却做出这种事。感谢你昨晚一拳打在我头上，我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你真的伤害了你自己的妈妈。谢谢你，路易斯。然而沙伦的这番话只是在他与路易斯的关系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时发布的，甚至为接下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仅仅9天后
2018年3月20日，路易斯·波顿因涉嫌谋杀他的2个孩子被捕。验尸结果证实了所有人的最恐惧猜测，2个女孩死于气道阻塞，似乎是被窒息致死。更让人心痛的是，莱克西和斯嘉丽的身体上都有明显的伤痕，暗示他们可能曾遭受过暴力。莱克西的死因明确与气道阻塞相关，脖部组织的出血迹象表明，他的呼吸道曾受到严重的压力。路易斯的背景也令人不禁震惊，他曾在15岁时因浪费警力资源被定罪，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然而如今他成为了双重谋杀嫌疑人。他坚称自己与孩子的死亡无关，声称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孩子会死去。然而他的解释完全无法站得住脚。警方很快发现，路易斯的故事显然充满了漏洞。证据显示，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悲剧。在路易斯被捕后，沙伦在社交媒体上反驳了那些指控他知情的说法。他发布声明，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女儿的所作所为，且愤怒地斥责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尽管他一再否认自己与孩子的死因有关，但警方却持续进行调查，逐渐揭开了更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据路易斯的前房东透露，路易斯自2016年8月到2017年11月期间，租住在威尔的一套房子里。房东表示，路易斯很少让孩子出现在他面前，他会因为孩子的小小失误而感到愤怒，并对他们大声斥责。当莱克西表现出情绪时，路易斯曾将他的一只胳膊用力抓住，把他从地板上拉起。房东描述道，孩子们常常因哭泣而被训斥，并且有时会被强迫闭嘴，否则就会被给予惩罚。警方还对死亡的医学证据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莱克西住院期间的症状与气道故意阻塞相符，而非最初诊断的胸部感染。而在路易斯的私人生活中，似乎也隐藏着许多可疑的行为。他曾在社交平台上传过一些性感照片，并私下与摄影师联系，讨论以性交易换取金钱。在莱克西住院期间，也就是他去世前1周多的时间里，路易斯在厕所拍摄了上身裸露的照片，并安排与他通过网站认识的一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以赚钱。更为震惊的是，警方调查他的手机记录，发现路易斯在莱克西去世的前一天，曾向一名男子发送消息称，我真的很难过，我3岁的孩子得了致命流感，医生说他会死。然而没有任何医生曾对他说过类似的话。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路易斯曾在 Google 上搜索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包括如果鼻子堵塞，用胶带捂住嘴会死吗？溺水后多久可以抢救等等。更可怕的是，他还搜索了尸体变冷需要多长时间等相关信息，似乎是在为某种准备做铺垫。在莱克西出院后的几天内，路易斯还进行了几次令人不安的搜索，关于如何治愈或恢复失去生命的孩子，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而在斯嘉丽的死因调查中，路易斯与一个名为帕特里克的男子的对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在 WhatsApp 上向帕特里克发消息称，他正在为女儿斯嘉丽筹钱去医院，并表示如果钱能够到位，就能拯救她的生命。帕特里克的回复是，赶快打电话给救护车，不要浪费时间。然而路易斯的回复却让人感到极度不安，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能不能把钱拿回来？这表明他对于紧急情况的反应显得极为冷漠。更让人心碎的是，闭路电视拍到路易斯加油时，他的车内可能已经装载着即将死亡的斯嘉丽。路易斯后来对警方称，关于他将斯嘉丽放进车里时已经死亡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2019年1月，莱克西去世1周年后，皇家检察署决定对路易斯提出谋杀指控。他在莱明顿地方法院出庭时，仅确认了自己的姓名、出生日期和住址，并否认了所有指控。他在法庭上表示，
自己永远不曾给孩子带来麻烦，一直尽力适应生活，照顾他们的个人需求。他说，我仍然不知道我的女儿是怎么死的，也不清楚死因。作为单身母亲，露易斯坦言生活经济压力巨大，但她坚持自己，从未向任何人索要过钱。对于那些指责她利用女儿的疾病或死亡谋取利益的说法，她坚决否认，并称这是完全不实的指控。接下来的庭审过程中，露易斯坚称自己无罪，强调她不应该为女儿的死亡负责。她在法庭上回忆道，莱克西总是能让她开心，她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并且尽力让他们过得好。她表示，虽然生活并不容易，但我尽力而为，带他们去游乐园，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然而当被问及她为何频繁进行露骨的性聊天，并与陌生男人见面以换取金钱时，她回答称，那时我并没有从政府的福利中获得任何帮助。检察官奥利弗·萨克斯比表示，尽管露易斯表现出独处的需求，但根据后续发生的2起不明原因的死亡事件，死因与故意阻塞气道的方式相符。他指出，莱克西和斯嘉丽的死亡极有可能是由某个人故意干扰了他们的呼吸，而这个人唯一的嫌疑人就是露易斯本人。庭审中，第一次照顾莱克西的医护人员大卫作证称，当他再次到达现场时，看到露易斯手里拿着一杯酒。他回忆说，露易斯告诉他，那是照顾我女儿的医护人员。他说，莱克西临终前的状态非常平静，似乎对见到自己很高兴。另一名医护人员马克也作证，称他在到达现场后发现，斯嘉丽已经死在汽车座椅上很长时间，显然他已没有生命迹象。露易斯才拨打了急救电话。露易斯在法庭上辩解称，他有时很难与他人形成情感联系，也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法庭没有找到任何医学证据表明他有可能被某种心理障碍或疾病影响，导致他做出这些行为。法庭进一步听取了他的前朋友的证词。这位朋友表示，露易斯经常将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照看，以便自己能够外出喝酒聚会，甚至沉迷于约会应用程序。他在这些平台上向男人们发送性感照片，表示如果他们资助他购物，他会与他们发生关系。此外，调查还显示，露易斯曾在谷歌搜索过有关女儿可能死亡的信息。他向他人声称医生告诉他莱克西可能会死，但这一说法没有任何医疗依据。他还表示，他当时非常担心斯嘉丽的健康，尽管他当时看起来一切正常。闭路电视录像显示，露易斯在发现女儿死亡后，足足等待了几个小时，才拨打急救电话。显然他剥夺了孩子获得及时救助的机会。事发现场的目击者都对此深感震惊。在2019年8月，伯明翰刑事法庭经过长达5小时的审议和5周的审判后，最终对露易斯·波顿作出了有罪判决。他被判定犯有2项谋杀罪，分别是其2个年幼女儿莱克西和斯嘉丽的谋杀。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最低刑期为32年。法官叶在判决中严厉批评了露易斯的行为，形容他不仅邪恶，而且心思缜密。他冷酷无情地结束了2个无辜生命，仅在确定女儿们死亡后才拨打急救电话。法官质问道，你为何会这样做？只有你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无情，为什么要夺走你女儿们的生命？法官继续表示，尽管露易斯称他的孩子妨碍了他的生活，但这一说法并未能反映出审判中的证据。女儿们从未阻止他过自己的生活，而他所做的邪恶行为无法用任何理由为其辩解。莱克西和斯嘉丽是无辜的幼童，理应能够依靠母亲来获得保护和关爱，但露易斯却把他们的生命扼杀在摇篮里。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了解到，在2018年1月2日和4日，莱克西因呼吸困难被送医。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露易斯故意谋杀女儿的前兆。
他的行为不仅冷血无情，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无动于衷，对女儿的死亡毫无悔意。路易斯从未表现出任何情感上的波动，他用一系列谎言掩盖了自己的罪行，并在事后极力推脱责任。莱克西和斯嘉丽的父亲在法庭上读出了对2个孩子的影响声明，他泪如雨下地表示，你是他们的母亲，是应该保护他们、关爱他们的人，而你却让他们失去了生命，你将他们当作负担，这让我无法理解。他痛心疾首地提到，社会服务部门曾多次收到他的求助，但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如果他们倾听了我的话，或许今天他们还活着。案发后，路易斯的母亲莎伦痛苦地谈到了自己女儿的变故，她无法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是如何从一个快乐可爱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怪物。她还表示，社会服务部门在得知路易斯的行为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在莱克西去世前的几周，多个警告和求助电话都未能引起重视。我无法相信，社会服务部门明知道她不适合做母亲，却没有做更多的干预。今天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侦探警司皮特·希尔也对路易斯的行为表示深深的不解。他指出，路易斯在调查过程中从未表现出任何真正的情感迹象，他用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甚至在他的女儿死后，依然没有显露出任何悔意。希尔警官说，他从未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任何愧疚，而他的冷酷和无情令人无法理解。路易斯·波顿正在波士顿霍尔监狱服刑，并将在2051年1月获得假释资格。然而，尽管他的罪行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他所造成的伤痛和对家庭的摧残，仍将永远无法抚平。今天的案件就先聊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疑问吗？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交流你的想法。那咱们下个视频见。